不知道是谢之让那一跪跪到了神佛心软，还是江蜜刚好将那段难熬的时日熬了过去，他的食欲渐渐好了起来。江蜜身体康健，谢之让便轻省些，处理政务更加游刃有余。虽然曾德清和太子等人依然对他很是不满，但有陆文元和韩赞等人相帮，谢之让在朝堂之上可谓如鱼得水。皇帝闭关10数日，终于出关。真人不愧是真人，此番服下丹药，闭关修炼数日，朕果然觉得力气充盈，仿佛一下子年轻了10岁。赏，子夜啊，这段事由你代替朕批奏，可有发生大事？陛下，微臣幸不辱命，勉强维持朝堂，但到底万万比您不及。如今您顺利出关，更加龙精虎猛，与江山社稷而言，乃是一件大好事，也让微臣心中不再惶恐。皇帝见他这般识趣，并不贪恋权柄，既十分满意，又心生好奇。前段时间你代朕批奏，朕瞧你做得极好，倒不如继续帮朕，有你帮忙处理奏折，朕定能轻松不少。陛下，内子如今怀有身孕，微臣得多陪陪她，您可切莫再让我帮您处理奏折了，臣没空啊。你倒是真稀罕她。陛下，内子如今尚未做满3个月，还请您帮微臣瞒着些，莫要让别人知道了。朕岂是那多嘴多舌之人？再说了，朕和谁说你妻子怀孕的事儿？滚滚滚！太子原还想着谢之让对批奏之权不会这么轻易松手，想着是否可以在此事上做做文章，他却没想到谢之让还真说放手就放手了，让他这满腹计策无处施展。太子让人去探查谢之让，得知他的妻子谢江氏怀有身孕。这些年，太子偶尔会找个机会和江蜜说说话，可是没一会儿，人便会被谢之让给带走，惹得他心中更是痒痒。他原先没有这么大的执念，只是见谢之让将人看得这么紧，他又一次次在谢之让手上吃瘪，便对江蜜念念不忘。他太想知道那个永远散漫恣意不可一世之人，见到自己的掌上明珠被人折辱时，会露出怎样极指怒目的表情。太子会知道江蜜怀孕，是因为彼时江蜜正好做满3个月的胎，谢家上下便没有再刻意瞒着。三夫人前次被老夫人一通呵斥，安分了不少，但叫她就这么看着江蜜顺顺利利的，她心里也不痛快。在她心中，当初若不是谢之让和江蜜横插一脚，那劳什子表妹就能将谢之恒那个私生子死死钉在老大头上，也不会让他跑到三房来碍他的眼。而且在江蜜尚未嫁进来之前，大房就是一团散沙。三夫人每次见到大房的闹剧，再想起自己和和睦睦的小家，心中优越感油然而生。可是江蜜来了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你们不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吗？我倒要看看地狱之下，你们还拿什么相亲相爱？淼哥哥，按照礼法，本该就是由你继承你家的爵位，你三叔叔怎能看你年纪小就欺负你呢？永昌伯家的嫡幼女刘若烟。谢淼和刘若烟自小在陆家私塾上课，二人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永昌伯卖儿育女，只为自己的仕途能更进一步。如今小女初长，她是待嫁而孤，谢淼怕永昌伯将刘若烟卖给别的男子，就提前央求家中长辈去刘家提亲。谢之让和江蜜成婚多年未有子嗣，外间对这勋爵之位的继承也多有猜测。永昌伯有心问个明白，却没那个胆子，又怕惹得谢之让不痛快，便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只让两小儿定亲。若烟妹妹，我三叔对我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淼哥哥，连我那亲生爹娘都将我当作攀附权贵的筹码，你三叔三婶和你到底隔了一层。你真心待他们，他们却将你当作生不出孩子的退路。如今他们有了孩子，便将你踢到一边，
你莫要再说了，我先前便和你说过，三叔是为了保护我们才做这个世子的。倘若不是三叔，我怕是7、8年前就要死了。而且他和三婶婶都待我那么好，如今我还要觊觎这个爵位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那我呢？你知道吗？你三婶婶有孕的消息一放出来，我弟弟已经在为我物色新的夫婿人选了。我偷偷去看过一眼那些册子，里面竟然有将近40岁的一位老侯爷，他比我爹爹的年纪还要大。我真的好害怕呀，淼哥哥。若言妹妹，你别哭，我做不成世子，可是我可以去考取功名，而且我还在七皇子身边做事，我日后肯定可以出人头地，为你正高命，我不会比世子侯爷差的。再不济，我三叔是锦衣卫指挥使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你父亲会让你嫁给我的。我明日就回去让我三叔去你家下聘定日子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不相信你，他这么多年了都生不出孩子，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怀孕？一切都是他害的。在我心里，她比我娘亲还要好，她怀孕了也要高兴的呀。不可以高兴，她是你三婶，不是你亲娘。只要你三婶婶没了孩子，这个世子就一定是你的。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三婶婶腹中的孩子是我的弟弟妹妹啊，怎么就能没了？你舍不得你的弟弟妹妹，你就能舍得我吗？淼哥哥，我多爱你，我对你多好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淼哥哥，你不要若烟了吗？我要你的，若烟妹妹，我很喜欢你，可是没有可是，你欢喜我便要娶我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娶你。你要娶我就一定要当世子，你当世子才能娶我。娶你当世子。前些年江蜜未有孕时，家中是把谢淼当作嗣子培养的。谢之让不孕一事虽没告诉其他几房，但见江蜜肚子这么多年都没动静，谢淼那里又那么大规矩，猜也能猜到几分了。可是随着江蜜意外怀孕，这一切都变了。江蜜最开始还担心谢淼会难受，但她观察了几日，见他神色间并无不愉，对他们的言语举止也不见生疏，便知这孩子没往心里去，倒也放了心。可这几日不知怎的，江蜜就觉得他不高兴，整个人都有点蔫蔫的。阿淼近来学业这般繁忙，我好长时日都没见着你啦。哎呀，问你话没听见，耳朵聋了还是嘴巴哑了？这几日先生布置的课也有些多，我又跟着七皇子忙里忙外，便疏忽了，惹您担心了。哪里就称得上是疏忽了，都是一家人。我上次见你的剑穗磨坏了，便给你新编了一个，你瞧瞧这样式，可是你喜欢的？那个剑穗是他编的。剑穗被磨坏了，他拿着剑在他面前晃了许久，他也未曾注意，可三婶婶却……三婶婶，方才我是骗你的，我多日未曾来见您，是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您。我知晓家中先前是将我当作嗣子培养，但三婶婶您如今有孕，这爵位日后自该传给您腹中胎儿，我不该觊觎。他们都说三叔三婶只是将我当做一条退路，我私心以为是假的。您二人待我很好，但刘家妹妹也这么说，我狠狠地训斥了她，她却哭着同我说，若我当不成这世子，她便嫁不了我。她爹爹娘亲只将她当作攀附权贵的筹码，她好不容易遇见我这样真心待她之人，便不想错过我。她要我想一想办法，让我接着做这日后的世子。我不想答应，但她一直哭着求我，我舍不得她，所以我没脸来见三叔三婶。我愧对于您二人。按说袭爵一事只有他们几个知道，连谢淼和其他几房都没明着说，刘若烟一个外人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说你蠢，你还真蠢不成？不说我，只说你三婶婶替你操心这个操心那个，你却还要怀疑她的用心，当真是一腔真心为了狗。也不对，这么掏心掏肺的对一条狗，都该将它养熟了。今日你既提到了此事，那我便和你说个明白，省得你这蠢出升天的东西又叫人给几句话撺掇了。这爵位本就是你父亲的，当初立我为世子是看你年纪小，撑不起这家，若不是看在你祖母的面子上，我懒得接过这狗屎一般的烂摊子。我不稀罕这爵位，不管我和你三婶有没有孩子，这爵位我都会还给你，这本来就是你的爵位。之前是看你一个人躲在少林寺，懒得管你，等你回府之后，你的一切规制和教导都是按照世子的规格操办，便是你三婶怀了孩子，也没给你降等，却不想你自己蠢得连猪都不如，三言两语就被人哄骗了去，全然不用眼睛看，不用脑子想，赶紧滚出去，别在这里碍我的眼，老子怕你呼出来的气
把我小孩都给熏蠢了。好了好了，夫君，不生气了啊！气大伤身，万一伤着你自己，我可心疼了。没吓着你吧？又不是冲我生气，我怕什么呀？阿米啊，谢淼那般混账，那般糟蹋你的真心，你就不生气吗？我不生气呀，淼哥只是因为心上人，一时想不开罢了。他知道我们是真心对他好的，所以愧对我们，不敢来见我。若他当真是小白眼狼，早该对我腹中孩儿下手了。他敢？他当然不会啦，他今日向咱们吐露衷肠，便意味着他是信任咱们的。淼哥才没有你说的那么蠢呢，我相信他自己就能处理好这件事儿的。你若不信，那咱俩就打赌，输的那个人就要给赢的那个人做一件事儿，如何？好好好。他同刘若烟情意正浓，怎么舍得就这样放下他？可是倘若他真的将刘若烟娶进了门，三婶婶又该怎么办？他对这个爵位如此执着，甚至说出三婶婶没了孩子这样大逆不道的话。万一他对着孩子下手，即便他只是嘴上说说，并没有这般心狠手辣，可他心中真能就对三叔三婶一点芥蒂都没有吗？他怕因为他和他搅得家宅不宁，更搅得三叔三婶不得安生。空荡的街景，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。任何祸乱都应该在露出一点苗头的时候尽快掐死，如此才能避免遭受大难。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。晚膳便在这里一起用吧，让小厨房准备一道柱头春和黄鱼羹，再把虾质换成银鱼脯。是，少夫人。被撤下去的菜是谢淼不吃的，新添的菜则全是他爱吃的。时而不孝，当初是我一心想要求娶刘家姑娘，养着你二人替我去提亲的，如今却要烦请三叔三婶再次登门永昌伯府，帮侄儿退亲。退亲？你要同刘姑娘退亲？是。阿淼，这个决心是你深思熟虑之后下定的吗？是。君子气侠，壮士断腕，这次的事儿倒做得还不错。遥望着薄暮天，有几句念着窗前。舍不得你那好妹妹？那正好，还没去退亲呢，把她娶回来吧。我若把她娶进门了，她整日闹三婶婶怎么办？三婶对我那么好，我不能不孝。算你还有点良心，她也没白疼你。打定主意要退亲了，就别唧唧歪歪的。我这不是忍不住吗？我心里都知道，可是我和他到底这么多年的情谊，哪里是这么容易就抛舍的？而且他说，如果我不娶她，他就要嫁一个40多岁的老侯爷，我怕他吃苦。你还怕他吃苦啊？你多心疼你自己吧。你不愧是你爹的种，看女人的眼光简直是一脉相承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被他骗了，让人耍得团团转，真是蠢死你算了。原来早在上次谢淼同他夫妻二人吐露衷肠之后，谢之让便派人去查了这位刘若烟的底细。他借着在陆家私塾上学的机会，广泛结识高门大户人家的公子哥。和他保持亲密联系的除了谢淼，还有另外3位公子，只不过4人当中谢淼条件最好罢了。便是谢淼和刘若烟退亲，也实在不必担心她会嫁给40岁的老男人，他还有另外3位世家公子呢。所以那些花前月下海誓山盟都是假的，他骗的。三叔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先回去了。这蠢孩子不会真受不了这破烂事儿，回去上吊了吧？你和他说啦？这种事儿啊，说出去都嫌丢人。这有什么可丢人的？若要说丢人，那也该是那刘家姑娘丢人啊。阿淼只是心性单纯，不愿意把人想得那么坏罢了。他单纯，他不愿意把人想得那么坏，那我是什么？那你再把他拎起来打一顿，我肯定不护着他。不对，他曾经这么欺负我夫君，我要亲自教训他。你呀，就会哄我。
那让让哥哥要不要叫我红啊？红去春来细雨绵绵，花开四季直等你来年。为你把蜜语甜言化作柴米炊烟，换了泪眼又红了眼。公爵啊，没事。好端端的办什么宴会呀？母亲，您不是让我替九郎、十郎相看媳妇儿吗？我想着将那些姑娘们请到家里来，一则可以叫九郎、十郎自己合个眼缘，二则也是生了想让母亲您帮忙长长眼的心思。罢了罢了，如今元娘有孕，我们三房的儿郎便是一辈子不娶妻了，也要叫元娘安安稳稳的把孩子生下来。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那宴会你便和你大嫂看着操办吧，只避着些，莫要惊到元娘。哎，儿媳明白的。他借着举办宴会的名头，将刘若烟邀请到府上来。你们谢家真的欺人太甚，你们折辱我也就算了，可我却由不得你们这般折辱谢小公子。家中为我们定下亲事后，我二人心中十分欢喜，只想着与彼此互相扶持，共度余生。你们却要这般棒打鸳鸯。当年的李世子多么风光霁月，我幼时有幸见过一面，当真是如天人之姿。这般出类拔萃之人，却可惜英年早逝。说他膝下尚无子嗣，那这爵位自该由他弟弟继承。可谢小公子还在，这世子之位却落不到他头上。我一个外人都对他心生怜惜，你们这些做叔叔婶婶的，就毫无羞耻之心吗？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我宁安侯府胡乱攀扯？江蜜之以为这事儿退了亲便结束，却没想到刘若烟竟跑到谢家闹了起来。大家怎么都站着？这么一出难得的好戏，可该坐下来喝点茶水，吃点瓜子，好好听一听的呀。谢少夫人，您怎能这般折辱我？你一人闹出的动静，比那一整个梨园戏班子还要厉害，我这是夸你呢。左右，谢少夫人仗着谢指挥使，哪里是我这等小门小户出身的女子敢招惹的？不都闹到我府上来了吗？说什么敢不敢的？我今日非是特意来府上闹事，实在是见不得谢小公子再这般受你们欺负了。刘姑娘这话说得有趣，淼哥乃是谢家世孙，更是未来的世子和侯爷，我们对他疼爱还来不及，怎会欺负他呢？您莫不是在众人面前说谎的吧？您腹中已有胎儿，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袭爵吗？有些事我原想着自己家人知道便好，但刘姑娘对我宁安侯府的家事这般在意，那我还是解释一二比较好。我家夫君并不贪恋权柄，也从未觊觎过属于大哥的爵位，这位置本该就属于淼哥的。我夫君得陛下信任，前段时日暂代批奏，便将改立世子一事按下不表。近些日子陛下出关，我夫君已经上表，请陛下改立淼哥为世子。刘姑娘现下知道我们从未欺负淼哥，可否要回家去呢？罢了，是我攀不上侯府，是我不该心生贪念，左右是你们说提亲便提亲，说退亲便退亲的。我们刘家哪里能说什么，哪里又敢说什么呢？不说就给我滚！遥转远去今谁家？南唐山下孤声远天涯。一瞬间，花厅内只剩谢家人和刘若烟。嘴上念着不敢说，话却一句更比一句多。这么能说会道，那嘴皮子割下来喂狗，说不得我的狗也能开口说话。谢淼和他说过，他三叔嘴上骂得比谁都凶，却待他兄妹二人极好。他捏着谢淼，他不敢对他怎么样的。你身为锦衣卫指挥使，怎能这般以权谋私，滥用职权？我分明什么都没做。
凭什么让锦衣卫压我？我连你爹都敢抓，还怕你？再叫我就把你舌头砍下来扔给你爹，让他亲自去照玉帮你缝回去。你不敢割了我的舌头，你也不敢杀了我。若我死了，谢淼该怎么办？同你退亲不是我们的意思，是谢淼自己的主意，你不必拿他来胁迫我。哼，那又如何？他就是要娶我，他一定会娶我。我要娶若烟妹妹，我要娶若烟妹妹。谢小公子爱我如痴如狂，你们口口声声说疼爱他，应当会成全我们这对苦命鸳鸯吧？刘姑娘今日来这府里大闹一通，便是想要嫁给我家淼哥吗？对，我就是要做世子夫人，毕竟谢小公子没了我，可活不下去了。左右不是我儿子，死就死了，对我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可在意的？我该谢谢你才是。谢淼，让他去死！我成全你们这对苦命鸳鸯。不要！三局长，我要知道关于他的所有消息。刘若烟被扔在宁安侯府的地牢之中。谢淼失血过多，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。谢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，府医也诊断不出。夫君别担心，阿淼会没事的。他担心谢淼，一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二也是因为江蜜。他所剩时日不多，谢淼是最好的世子人选。若谢淼有事，他就必须另外再找一个孩子培养。2年多的时间太短了，他不放心。刘若烟并非永昌伯府嫡女，她的生母其实另有其人。当年驻守北地的谢家军大胜，班师回朝时带回不少战俘，其中有一人出自宿氏，娇艳动人，容貌无双。牙婆带着她没过2日，便被一位公子买下。高门大户之间赠妾再正常不过，几经流转，他便落入永昌伯手上。没过多久，他便怀有身孕，这孩子便是刘若烟。但天下男人多薄幸，永昌伯也不例外，他很快又有其他宠姬。苏氏女接受不了心上人的出尔反尔，在年复一年的期待和绝望之中，彻底疯了。永昌伯害怕他的癫狂，也怕自己有一个脑子不正常的小妾传出去会丢人，但他到底舍不得杀了苏氏女，便将她锁在一隐秘之处。搜家，谢这位使，大驾光临，不知所为何事？本官怀疑永昌伯府窝藏奸细，务必仔细搜查。谢大人，误会啊！我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窝藏奸细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冤不冤枉的，那得跟我回赵玉去说。那关藏苏氏女的地方再隐秘，也抵不住锦衣卫有心搜查。这药怕是那苏氏女为负心薄幸的永昌伯准备的。他死了吗？你希望他死了还是活着？我遇到过很多男人，只有他对我最好。他会带我骑马，给我买汤葫芦，还会耐心地听我说话。那天他去玉芳斋排队，排了整整2个时辰，帮我买回来我最爱吃的云片糕。我姨娘也爱吃云片糕，我和她说
我爹爹想把我嫁给一个老侯爷，他肯定以为我是骗他的吧？其实是真的。我爹爹为了权势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恨他。谢淼，淼哥哥。谢之让在问过谢淼的意见之后，没杀刘若烟，只是勒令永昌伯将刘若烟看管好。永昌伯只以为自己小命不保，在诏狱中哭得涕泗横流，悲痛欲绝。如今一朝得知自己还有命在，他连忙保证自己会将女儿看管好。他只在意自己，才不去管女儿怎么突然之间就疯了，更不会知道自己藏了10几年的小妾丢了一样东西，那是一颗换心草的种子。在他自己都做好去死的准备时，忽然柳暗花明，见到了生的希望，而且这生的希望还来得这般不可思议。可曾听闻爱恨无终身，怎么还哭了呢？我高兴呀。傻样。阿蜜真好，可以多陪你几年几十年，真好。随风没入了红尘，爱已是风过留痕。谢之让本是想去找三夫人算账，却不想江蜜最近一直缠着想吃嘉庆子，这嘉庆子便是李子蜜饯，无论是腌制还是晒干，江蜜都爱极。谢之让知晓他爱吃，便将全京城所有国府蜜饯铺子里的嘉庆子都买了个遍。皇帝那边也有事儿，他两头忙得很，自然是要把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往后挪一挪。他没空和他算账，但到底咽不下这口气，便让护卫们先去拆家发泄怒气，去他们院子砸了一通东西。呸！就是个生不出儿子的贱命，以为拼命吃酸的就能让胎儿长出瓣儿来了。两口子踩着叔叔婶婶的脸作威作福，觉得香火才是最好。孕妇的口味一天一个样，昨日还对嘉庆子很是喜爱的江蜜，今日忽然就对新鲜的李子产生兴趣。谢之让一边让人去集市上采买，一边去宫里向皇帝讨了些嘉庆礼。乖乖，发什么愣啊？我只是突然想起咱俩去岁夏日去庄子上避暑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俩去摘李子，我够不着，你便把我抱起来放到树上去，我坐在树上看着那一个个李子又大又红，摘下来便吃了一个，结果我一低头就见你一直看着我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差点从树上摔下来。谢之让当然记得，这小娇娇又馋又怕被人看到丢了世子夫人的脸，便弯着身子偷偷吃，活像只小老鼠。要不是他眼疾手快把人捞住，江蜜怕是要在床上躺上好几日。是不是想着那时候好玩呢？是的呀，可惜你不爱吃酸的，不知道呀，那李子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最新鲜好吃的，一口咬下去，那汁水能流到人心里去。今岁你有孕在身，不能随意离府，辛苦你了，阿蜜。本夫人为世子生儿育女，你这小奴却只想勾着我去玩耍，看本夫人怎么惩罚你。哼！好夫人，我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好夫人，你就饶了我吧。风送雁归来，雨幕开，听斜照雨时，云霭带。临窗迎春晖，芳菲在。
兰江春深处，青山入我怀。晨曦路，守江春心斋。再问湖，茶香涌进台。街路暖，三几分了桥，春寒落影处，是春入相待。待他日寻风南来，江内山新柳分担。风秋时，便收尽满山斑斓。山入怀，而入我梦来。待他日寻风南来，江内山新柳分担。风秋时，便收尽满山斑斓。山入怀，而入我梦来。乖乖，可知男人身上最脆弱的地方是哪儿？不知。哈密，我教你这些，只是想着能稍稍放心些。私心里，我希望你一辈子都用不上这些手段，我只要你平安喜乐。江南有一家胭脂铺，名为花颜醉，生意很是红火。据说其东家乃京城3品大员的夫人，不少同行虽然眼红，却也不敢轻易下手。那大官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倒也不那么惹人注意。花颜醉的那位女掌柜，倒一直是江南的风云人物。据说花颜醉太半胭脂皆出自那位掌柜之手，每推出新的胭脂，几乎是一夜抢空。这般出众的女子，居然尚未婚配，只带着寡母过活。你在江南少见雪，我在京城无言语。又看一年风雪落满地。秋去冬来未有期，漫漫人间不见你。兰儿，我已经从定国公府搬出来了，等我来娶你。那是一棵李子树。你昨日不是说新鲜刚摘下的李子最好吃吗？这是今早我特意去庄子里挑的。金穗你不能随意出府，等你生了孩子，我再带你去玩。你想去哪里，我都高价陪你去，可好？你怎么这么好呀，夫君？我好爱你呀！年过花，容了白，月下举杯敬沧海。江南暴雨3日不休，河水高涨，冲破堤坝，一时水患肆虐。皇帝命太子筹措银两，而后命七皇子带着银两前往江南赈灾，双方各给一个甜枣，不偏不倚，倒是正好。水患曾经带走了江密的父母，
如今京城之中流入难民，江密对他们颠沛流离、妻离子散更加感同身受。同谢之让商议一番后，他以韩家的名义在京城中施粥。只有鬼在这太阳之下才是没有影子的。他如今在礼部任左侍郎，已经投入七皇子麾下，在官场浮浮沉沉几年，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天真的少年郎。但他依然坚守本心，执着地追求他心中的道。满京城谁都知道韩赞是七皇子的人，扯的是韩赞的旗，借的是谢家的道场，宣扬的是七皇子的名声。此事一出，无人不夸韩赞心性纯良。夸韩赞便是夸七皇子，这让太子如何能不生气？谢之让如今胜券正浓，目中无人，若是东宫下的旨意，他们指定要推辞。可皇后不仅是太子的脸面，更是皇帝的脸面，江密没办法推辞。当日中宫皇后宣诏的口谕便传到了宁安侯府。夫君，你别担心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正如我们不会和他们撕破脸一样，他们现在也该顾着面子，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江密说的这些，谢之让何尝不知，只是想到这么娇弱的一个人儿要孤身到那龙潭虎穴去，他实在是放心不下。阿敏莫怕，皇后身边的秦嬷嬷是我的人，关键时刻她会保护你的。这些人夫君无一不是七皇子的左右手，你们的夫君能在朝堂上做贡献，背后也少不了你们这些夫人的支持与帮助。本宫今日叫你们来，便是想为你们这些有功之人行嘉奖。这些姑娘们都是本宫身边的嬷嬷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你们这个回去也好帮着你们服侍夫君，为夫家开枝散叶。若今日皇后只叫了他一个，他大可以借着谢家家训将这些个眼线给推回去，再不行叫谢之让来大闹一通也是可以的。但皇后偏偏就把这些人也叫来了，都是七皇子身边的人，自然是要共同进退。有些事情不怕膈应，就怕自己惹了一身腥骚，边上的人还能独善其身。这种时候人心不能不齐。本宫知晓谢指挥时使用的东西都是顶顶好的，便亲自物色了这样一位美人，名叫弄熙，你可满意？皇后娘娘挑选出来的人自然是极好的，先前是有家规压着，现下有了名正言顺的通房妾室，她还能管得住自己吗？夫妻俩只要心不齐，便好解决得多了。若这美人计能成功，那便是上上签，便是不得那煞神的宠爱，也能叫她做些别的事。你看那远山，沿途闯不完的关，追风的少年，不惧命运时的绊，前行的重量，不知荆棘和迷茫，这世道走一趟又何妨？成长的莽撞，回首只见少年狂，见过山外山，才懂谦卑的力量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太子妃依然没有诞下嫡子，而太子终于彻底放弃太子妃，停了后宅女人的避子汤。果然，孩子一个接一个生出来了。但这些孩子当中，大皇孙占一个长字，而且母亲身份地位最高，故而那些皇孙都比不得他。臣妇见过太子侧妃，见过大皇孙殿下。哼，怎么不说谢家45子方可纳妾的吗？
本宫记得三堂哥也才27、28吧，你就这般把人领回去了？这肌肤这脸蛋儿，本宫瞧着是比你要好看上许多的，就是不知道这样的美人儿领回家里，本宫那位三堂哥还能不能独宠你一人？之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？父王，儿臣好想念您，都许久不去看儿臣了。太子殿下安。谢少夫人免礼，你如今有身孕在身，不必在意这些繁文缛节。臣妇多谢太子殿下体恤，只是殿下您为人宽厚，做臣下的却不能不守本分，这尊卑之礼还是要行的。这话既是场面话，也是提醒太子尊卑有别，恪守规矩。他猜测江蜜是否知道了什么，垂眸打量片刻，却瞧不出什么异常。谢少夫人，快起身吧。谢文珠敏感地觉察到什么，他知道太子是个口味奇特的。当年他身穿海青勾引太子时，便知道这一点。这些年，太子对他不算盛宠，但也十分宽容。3分是因为他替他生下长子，剩下7分却是因为他时常会勾着太子玩些新鲜的。可再新鲜，他也是旧人了，如何能比得上江蜜？而且她还是臣下的妻子，他不敢想象太子会有多痴迷于江蜜。起初他是不知道太子这番心思的，但太子暗戳戳盯着他，江蜜再迟钝也觉察到什么。他忽然想起那年在皇宫梅林，太子扶了他一把。他知道谢之让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恣意潇洒惯了，最不喜这些礼教束缚，连皇帝捏着他的命他都不甚在意。皇帝让他给七皇子站台，他大可以敷衍了事，两边都不得罪。可他偏偏要和太子作对，又那么尽心竭力地辅佐七皇子，他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既然不想让自己知道这些龌龊的事情，那便装作不知道吧。母妃，我疼。都是母妃的错，母妃捏疼你了。不疼，皇儿不疼。江蜜。